中国的基建能力又把印度打出了内伤。印度人这次担忧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军事基地，还有中国的村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大家一说到中印双方在边境的各种基建建设能力对比啊，以前老说的就是双方各自的基地呀、营房啊、哨所呀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建设呀、吃的呀、喝的都考虑到了。另外就是道路交通，我们这边的公路是什么水平，印度是什么水平？比如说印度那60条战备公路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有多宽，是不是又被雪埋了？那个山洞挖了多少？再有呢，就是大型军事基地。印度方面呢，这个基地建设比我们早，比如空军基地有2条比较大的跑道，然后呢，别的还有一些个野战跑道。那么美国现在也在关注，说是解放军呢也没闲着，目前是在大量的搞直升机基地，在格尔木建设一个巨型的直升机基地，规模之大也很罕见，比较吓人。光是机库就有63个。另外呢，在西藏、在新疆还在不断建设新的比较小的直升机基地网络。一个小机场呢，光机库就有10几个，再加上中国现在高原型的运输直升机也越来越多。你像我们在看到新闻里边，不管是直15高原型还是直20，在高原出现的频次也在增加了。那么就体现这个地区我们已经打造了快速的投射能力，能够维持这个地区的持久的军事行动。另外呢，还有些建设是让印度呢觉得特别受伤的。军事基地建设火药味再浓，体现的是对抗氛围。印度可以说这个地区是争议地区，但是印度人发现中国在边境地区搞了很多新农村建设，越来越有效了。上周呢，印度人方面就引用了美国消息，说洞朗地区啊，中国又搞了一批新农村，分布在大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。这个地方不仅有解放军，连村长都有了，这可就不是争议地区了，这是我们已经开始搞日常工作了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对印度打击就有点大，因为印度一直说这片地方是不丹的领土，你这个村子已经进入不丹领土2公里了，而不丹呢，不丹是我印度一直管着的。结果现在中国把这个地方日常行政工作彻底落实，是不是意味着印度对不丹的控制能力已经比较衰落了？包括不丹跟中国重新划界的问题，是不是印度以后再想插手也会比以往更困难？另外，在民心方面呢，印度也感到了很大的冲击，因为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搞农村建设也很久了嘛，只不过最近是一代比一代现代化，新的村庄特别多。然后呢，印度一个反恐全球委员会就讲，中国人之所以搞这些小康村，就是让居住在附近的印度人看到中国村庄现在是多么的富裕，多么的舒服，然后呢，以此来吸引印度村民过上更好的中国生活，让印度人反对印度。其实他说的呢，有些内容也没错，我们这些村子的建设也确实发挥了一些吸引作用。西藏山南市经常会通过这种新农村建设，安置一些从海外归国的藏族同胞。从哪儿归国大家都知道，反正是回来定居了就是同胞了。该有的各种生活条件、物质保障都可以有，而且呢，每年的这个补助也是6000多。印度边境地区基本上算是印度最贫困地区之一，所以在印度老百姓眼中，这个反差就太明显了。不仅仅是贫富问题，印度老百姓去年还为这些村子骂过莫迪政府，说中国这些农村造好了1年多，你们才知道，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还是知道的不敢说？我们都是通过美国相关报道才知道这些事情的。当然呢，印度政府呢也不是什么都没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印度方面还打算把他们的边民整村的向后迁，说起来好像是准备打仗了，要避免战火，实际上就是避免边民跟中国方面有接触。那代价就是边民必须放弃自己的土地和房屋。再有就是宗教方面，印度也发现好像不太好控制了。过去管好某个大喇嘛，这个大喇嘛就能拉动不少流亡藏民站在他们那一边。但是偏偏这个大喇嘛在西藏归属方面不是很配合印度，最近又讲说西藏是中国领土，然后印度一怒，连大喇嘛的言论都封杀了。所以印度在中印边界最近不管喊得怎么凶，但是各个方面的底气是越来越虚的。而流亡藏民的民心如果被严重动摇，出现大量的回归定居，印度在中印边境的活动
在国际上造舆论的根基都会难以保障。当年我们搞土改，结果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，把国民党打跑。现在盖房子也是能让印度尝一尝当年国民党体会过的那个味道。好，关于印度为什么担心中国在边境修筑的一系列新村庄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